大家好，我是秋平。这几年我们在外面旅行途中看到了各式各样的房屋，比方说窑洞、吊脚楼、围屋，还有石头建造的、砖建造的、木头建造的，反正是很多。那今天我们在重庆长江边看一种与众不同的房屋，叫做石屋。顾名思义呢，就是在石头里面开凿房屋出来，并且呢是大规模建造的。关键是这个石屋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时候建造的，谁建造的，为什么建造的。它的那个墙壁上面还留了一下图案，到现在呀也没有人能够解释得清楚那些图案到底是什么意思。这一块是叫做天山村，在一座山顶上面，石屋呢就在前方一点点，离这个村落可能就大概200米吧。再往前一点呢，就是长江。我们看看农村的风貌，在这个房屋旁边呢，就是农田。现在还有人在那里劳作呢，不知道是在种植什么，也不好过去啊。来到农村，到处都是菜园子，都是自己家里种的。在农村，这个菜呀，一年四季基本上是吃不完的。像这些菜在城市里买还挺贵的，农村的话随便吃了。那个石屋就在前方一点了。这个还有一个池塘，应该里面是养了很多鱼的。今天的天气算是一般，早上还下了点雨。到了贵州、重庆、四川，这个春天下雨是非常多的。这些应该也是栽种了没多久，春天来了，万物复苏。这个农村呢会栽种很多新的东西。这边一直修了一条小路过去，估计是有很多人会来参观这个石屋啊。我刚来到这个村落，问这里怎么走，很多村民说你应该带个相机过来帮我们宣传一下。我说我带了。这个道路修好了就好走一点，要不然全是泥土路。前方碰到一位当地的村民，找他问一下：阿姨，石屋是不是在前面啊？那个石屋有多少个啊48个。刚才这位大姐说总共是有48个石屋，主要是集中在这一块，旁边呢可能就2、3个。他说基本上每天都有人来看，前2天呢好像有一个团队吧，大概20、30个人。如果有20、30个人，应该是什么企业的吧，就比较感兴趣的，很少有组团来看这个。这一块杂草树木很茂密啊，这里没有人开垦，下面就有人开垦出来了。到了前方能看到几块巨大无比的石头，也可以称之为石山。特别是离我们最近的这一座啊，它就是一座山呐。你看旁边连接的全是石头，整个这一块应该是一座巨大无比的石山，只是说石山里面呢有很多这种突兀出来的，就可以说是小山峰吧，我们就称之为石头。你看前方这里就有一个巨大的洞穴开凿出来了，这也可以称之为窗户，也可以称之门。我站在这里看的话，里面呢并不是简单的一个长方形或者是正方形，它左右两边呢还挖进去了。这个就跟我们在芒砀山看到那些崖墓一样，里面呢有很多耳室，这里面估计也是差不多。等一下我们一个一个去里面看一下。这个石头是非常高的，估计有好几米，旁边呢就稍微低一点，然后那边也有。这块我们就看到3座石山了，旁边还有啊，整个这一块有48个石屋，相当于有48个这样的那个石山。有一些呢可能是2层，因为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入口进去，那可能在背面呢也有一个入口，可以分为2层的。所以说这一块
都可以称之为挖空了。我们把这些称之为食物啊，因为可以看到有一些呢是熏黑的痕迹，就证明里面呢是有人做饭的。特别是等一下我们去一些洞穴，能够看到它里面还有以前人们生活留下来的痕迹，从而呢称之为食物。我们现在把它称之为食物，有一些人会有疑问，会不认同，因为这个地方啊在靠近长江边上面。我们在重庆、四川长江边上面，就是很多崖壁石山上面看到过很多洞穴，那些都称之为崖墓。那么这里离长江就可能100米到200米，很多人也认为啊，这里应该也是属于崖墓，因为它内部的空间呢，跟我们在很多地方看到崖墓内部的空间布局是一样的。在长江边上那些很多崖墓啊，可能都有2、3千年的历史。那么这个地方估计呢也有2、3千年的历史。一开始是崖墓，只不过后面呢可能是被人们发现了，进而呢就有一部分人去里面居住，就变成食物，大概是这种说法。那么大家觉得是哪一种呢？我们等一下去里面详细看就知道了。现在我们就准备去里面看一下。这一块石头外表风化的比较厉害呀，这个就是大门了，是挖出来，明显呢是一个回字形。那如果是一个木板或者一块石头盖上去，就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。走上去看看，这里还修了台阶上来。哎，这个外表也风化的比较厉害。一进来呢，就明显的看得出来，它是凹凸不平的，左右两边呢也挖凿出来了。如果按照房间的布局来讲，就是2室1厅了。它顶部呢是那种椭圆形，下面是四方形，这种呢就是天圆地方。反正走到这一块呀，我感觉就像是我们之前看到的那种地宫类似啊。这里面熏黑的比较厉害，就证明肯定是有人生活过的。我们看这里跟那边，这明显是当时在这一块弄了一个门呐，我们可以说是木门或者其他的都可以，就刚好是在这一块。你看，这全是熏灰过的痕迹。那如果是有人在这里生活，那这一块可能就是卧室了，中间就是客厅，那边也是卧室。这个长度可能将近2米，宽度1.5米吧。这下面都熏黑了，估计很长一段时间有人居住。看完了第一个洞穴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。这个和第一有点区别，体现了古代工匠艺术的一个方面。你像可以看到这里有痕迹，那其实啊，这个是导水槽，就是碰到下雨，水呢通过这些流下来，就不会进入到这个洞穴。这也是古代工匠的体现，就建造这个洞穴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想到了。还有一点呢，你看这里啊，等于有3个回字形，比较深入到里面。刚才我们看到第一个呢是直接盖住，然后这里呢，你如果说是比较重视防御的话，可以分为3层，这里盖一下，这边盖一下，然后最外面放一个这么厚的石头盖一下。你像这个应该就是以前留下来的痕迹，因为正常来讲不会把石头放在这里。那么到了这里，大家应该就能够猜想得出来，它这个早期是干嘛的。反正按照我来想，很有可能啊，就是墓穴呀、因为你像这么巨大的石头，刚好跟外面切合了，把它封闭住，就是一个地宫。那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来居住吧，我猜想可能是这样的。走进来看，这里呢也有那个导水槽，就可能是怕里面潮湿或者有水，通过这里弄出来。这一块呀、就没有像第一个那个时候弄了一个门，
这空间跟我们刚才看的第一个都是一样的，上面是椭圆形，我们也可以说是穹窿顶吧。到这里啊，我其实也发现一点，你看下面是四方形的，那上面那个一个穹窿顶，是不是有点像蒙古包形式啊？你可以这样说，这上面都熏黑了，以前肯定是有人做饭的。那这一块呢，就比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洞穴啊平坦一点，因为刚才那个有点凹凸不平嘛，这里面回音还是挺大的。这里弄了一个牛鼻子，不知道是干嘛的，不知道是最开始有还是后面有人加工的。反正我们看这个墙壁啊，一定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建造的，因为你看非常平坦，这一定是工匠打磨出来的。这个就跟我们在北方看到的一些崖壁木一样。如果是北方的崖壁木，这两边呢就是放置棺椁的，诸侯王就是葬在这个上面。这里好几个地方都弄了牛鼻子，这不知道是为什么。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三个，这边有一个洞口，我看看下面有没有。好像也有一个，这个洞口相对来说就有很多泥土覆盖了，而且出入口比较小啊，里面全是那个泥土，可能就是日积月累嘛，下雨。旁边这个也是，这个就洞口比较大了，里面全是泥土灌溉进去的，布局可能差不多啊。在这个上面还能看一点，它这个石头已经被劈出了一半了，这全是人工开凿的痕迹。这一块有，你看前方也有，以及呢，我们现在走的这个石头下面都是空间。刚才我们看第一个和第二个石屋的时候，感觉里面也就那么大。那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一块，看看这个上面的面积有多大。刚才入口是在那里，就等于是这一块是一部分，因为掩埋了我们进不去嘛。那么在这一边下面呢也有一个出入口，这个加起来都有100来平米了。这上面还挖凿了一些出来，不知道是干嘛用的，这个是真不知道，因为这里没有资料介绍啊。这一块有一个，所以这里太多了。这个很高啊，有好几米。在这一块大自然也确实挺神奇的哈，就是这个地方出现了几十个这样的小山峰，然后就用来开凿洞穴。你在其他地方还真的发现不了哎。这个应该是有点契合吧，有了这样的山峰，就有了这样的洞穴，或者有了这样的崖墓，或者说有了这样的石屋，挺好玩的，挺有特点的。继续往前走，我们现在走的这个石头，它下面也是有空间的。当然，这边是48个，我们不可能全部走完，只能走一部分。这下面都是有的，只要在这边看到这样一块巨大的石头突兀出来，那下面一定是有空间的。那边也有好几个，就不过去了，不太好走。这些都是当地村民整理出来的一条道路，让大家好走一点。这里发现一点不一样的，你像这个，这明显就是在石头的顶部挖凿出来了一个长方形的，我们可以称之为水窖吧。你看，它这个跟我们刚才看的门一样，也是可以盖一个盖板的。然后下面肯定也是有洞穴的，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。前方这里又是几块巨大的石头，那么一定是有洞穴的。这一块是出现2个，这边已经被淹没了。
这里都是经过人工开凿的痕迹啊。这个石头都挖开了，关键是这里不知道为什么弄一块出来。一开始我们说这里有些石屋呢是分为2层，这里就比较明显了。这一块包括那一块，等于就是2层。这上面呢同样是有很多那个水槽，你看水通过这里流下去，就不会进入到这个洞穴。在这个墙壁上面呢还是图案图腾，等一下我们能看到。进这个洞穴看一看，这门口应该就是灶台了。在这里能看到很黑，就证明里面做过饭，可能里面不好排烟，后面就搬到外面来了。我觉得是这样的。这里盖板也是1层的，感觉啊最多的应该就是3层，很有可能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一座，它身份不一般，从而呢这盖板有3层。这里面也挺粗糙的，这下面都挖了，跟刚才我们看到的有点不一样。你看这里是不是就像一个小房间？这个是墙壁，如果这里弄个窗帘就挡住了。这边呢两边是也凸出来一点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是我看了这么久这个最独特的。关键这里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是，这里凸出来一点，刚好两边都有，不知道为什么啊。这边一个凹进去的也是挖开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洞穴这个主人身份应该是不一般。这有一点像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壁龛，这有人还留了一个打火机在这里呢，这上面熏得很黑，就是以前有人做饭的。在门的这一块呀，看到一个图案，这应该是一个人的图案，有点像我们在影视剧中看到的那种练武图一样，一个人站在这里，这明显是有一段历史了。我们别说几千年、几百年都有，因为这个跟这个黑色是融为一体的，就是先刻画了，然后做饭把这里熏黑的。你看，这是腿，这是手，这是头部，但这一块不知道是什么。这一块是上层，旁边呢还有下一层。哦，这个墙壁上也有很多图案，这个图案有点风化了。你看，这有点像字啊，有点像那种甲骨文一样的。反正我查资料看到说这些图案到现在也没有人能够解释得清楚。这有图案，这边也有，无法解释啊。往这个洞穴里面、石屋里面看一下，这有一点都坍塌了，这个就比较小了。你看，这边还不到1米，跟刚才相比的话，差别太大了。我看了一下，这些洞穴基本上都是熏黑了，就证明以前肯定是有人生活过的，只不过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吧。继续往前走，上面还有，哎，这里又出现一个洞穴。那么这块巨大的石头是3层，不是2层啊。这里发现一个有点不一样的东西，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吧？有这个东西存在，就能够证明这里一定是有人生活的。这里呢，很有可能是一个加工作坊。这个是叫做春米，上面有个工具架在这里。我们找一张图片给大家解释一下。春米就是这个样子的，这是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。它的作用就是将谷类的东西放到左边石臼里面，人站在上面，站在这里，然后
那个东西呢一上一下，一上一下，就把这个里面的东西弄碎，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农用工具啊。具体的运行方式就是这种了，相当于是捶打，把这个石臼里面的东西去皮，因为在古代没有机械化嘛，所以有这个就证明这里肯定是有人生活过的，只不过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时候的。这是我们看到最特殊的一个，上面还有，我们再看一两个就差不多了，因为毕竟这里太多了，不可能全部看完。这里有点不一样哎，你想这个直接就是一个洞穴，没有加耳室。这边的看看，这个跟我们刚才看的差不多。看了这么多所谓的石屋，大家觉得到底是崖木还是石屋用来住人的呢？按照我以往看过的总结经验来讲，这里8、9不离10，应该最早就是崖木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这里总共是有48个这样的石屋，开凿起来一定是要花费巨大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。那么相对来讲，肯定是身份不一般的人才能去开凿。就跟我们之前在北方看到的很多汉朝的诸侯王墓，他们是在石山里面开凿的。空间比较大，也是花费了几十年时间。那这里呢，尽管说一个石屋里面空间不是太大，那如果加上48个，空间就非常大，跟我们在北方看到的某一个诸侯王墓，像芒砀山那些诸侯王的空间其实差不多。那基本上就是身份比较高的人开凿的。那如果身份比较高的人，他就不可能居住在这样石头里面，他肯定会建造比较豪华的宫殿，比较豪华的那个大院来居住。大家说是不是？从而呢，我猜想啊，这应该就是以前在中县这附近的某一个我们说的土皇帝，就像贵州的土司一样，他们在这里生活，有一个独立的王国，然后去世呢就埋葬在这里。这里可能就是他们的家族墓园，当然这个历史就非常久了，可能就是汉朝或者汉朝之前的。我觉得这应该早期就是崖墓，只不过呢，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这些墓葬呢被人盗了，慢慢的呢，有一部分人呢，就是条件一般的人，可能没有房屋，或者是建不起来房屋，那就来到这些石洞里面居住，那可能也是比较早了，可能也是上千年前了。我猜想可能是这样的，因为他们就是靠近在长江嘛，长江边本身就有很多崖墓，大家觉得是不是啊？反正我觉得是这样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它毕竟呢是有人居住过的，我们还是可以称之为它是石屋。到这里，这些石屋我们就差不多看完了。不管它是崖墓还是石屋，这都是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的一种体现了。因为确实是少见，反正我走了这么多地方，在其他地方没有像这个样子的。在北方可能有些石头石窟，就是在某一个这样大的石头里面建造寺庙，而像这种大规模的一座山上都是这样的，确实是绝无仅有啊。从而呢，这里可以称之为上是中国唯一的石屋，大家觉得是不是啊？我感觉称得上啊。那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